你知道在蓝山除了竹林小径，还有哪些更私房的景点吗？不只逛蓝山大街，品尝当地人才知道的美味小吃，在这里竟然藏着一间茅草屋古迹咖啡厅。跟着我们一起甩开人群，来趟不一样的蓝山之旅吧！你知道吗？现在我们看到的蓝山美景，还有著名的渡月桥，其实都曾经属于同一个地方吗？没错，就是今天的第一个景点天龙寺。那像天龙寺这边啊，它有分3个区域，一个是庭园，就是左边这边；另外一个是本堂加庭园的红色线，就是从中间直走这边进去。那如果说你要参观云龙图的话，有一个卖玉珠印的地方，那云龙图的话也是另外收费，一个人500块日币。时间回到1339年，幕府将军足利尊氏为了纪念天皇，决定盖一座新的寺庙。不过建造寺庙需要很多资金，因此重新与中国元朝展开贸易，利用贸易赚来的钱建造天龙寺。这艘贸易船后来也被称作天龙寺船。天龙寺终于在1345年建立完成，成为京都的名寺。然而却多次遭到战火焚毁，曾经在丰臣秀吉的资助下，寺庙才得以重建。如今天龙寺仍保留了室町时期和德川时期的建筑风格。现在的天龙寺不只是一座禅寺，还是蓝山地区的重要文化遗产，见证京都的历史变迁。来到这里，你可以漫步在美丽的庭园，欣赏四季变化的自然景色。在天龙寺平和观音前有3只守护观音的青蛙，据说若能将钱币投入青蛙前的盘子中，就能获得幸福哦。再一个。然后我们现在到天龙寺的北门，北门这边啊，你逛完天龙寺，你就到北门这边，然后它这边告诉你，你从出口出去之后，左转就是竹林，然后右转的话就是去野宫神社跟渡月桥。我们走吧，我们去竹林。哇，还是很漂亮啊！竹林小径是一条长约500米的步道，两旁种满了高耸的竹子，阳光透过竹子洒下斑驳的光影，营造出独特的氛围。一进来竹林就发现这边特别的冷，因为这边阳光被隐蔽了，所以这边蛮阴凉的。不过相对的其实也很安宁，不要看人潮很多，因为山林间的那种气息啊，跟安宁度真的是蛮值得去享受这个气氛的。有一段时间没有过来，但是再次进来竹林，我还是觉得非常的漂亮。听一下那个竹林之间的那个沙沙沙的声音，其实蛮疗愈的。我听不到，我只听到很多人的声音。对，你要静下心来，然后好好享受一下当下的 moment。对啊，就是来蓝山，我觉得这个点是大家来拍照。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氛围，就是你应该好好的去享受当下的给你的心境上的感觉。香的味道，我不是在竹林里面吗？我那时候怎么闻到竹炭的味道？是在烤地瓜吗？我看一下，这是在烤地瓜吗？有那么香，好饿哦！看一下，哎，真的是真的是烤地瓜。Separate, okay. Okay. Everything cut? This cut? Yes. Very hot. Yes. Separate. This separate. 好，那顺着竹林出来走，然后这边就看到可以去野宫神社的地方。野宫神社是一座小而美的神社，被蓝山著名的竹林环绕。这里以祈求姻缘及安产而闻名，不仅吸引许多年轻人来祈求姻缘，准妈咪也能来这里祈求安产。这里的鸟居是日本少数的黑木鸟居，为日本最古老的鸟居形式。野宫神社在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也成为文学爱好者心中的圣地。穿过竹林，经过野宫神社，越过平交道后，我们来到这间位于民宅中的小店铺。
选用浓郁的鸡蛋和来自美山茅屋之里的白米，烹饪出最简单却不简单的家常美味。你先吃温泉蛋，有没有那么夸张？它的蛋香味是浓郁，然后有点厚底的。厚底的意思就是说，它的蛋黄是可以咀嚼很久的，不是说一咬就散，有点像是一个陈年的老酒。看得出来，因为它蛋黄的颜色比较深。我们之所以会来这间，是因为刚才我们在兰生大街人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其实想要找一个比较偏远一点点的小店，然后尝一下他们当地的料理。但没有想到来到这边吃到蛋料理，我们还有点另外一道就是生鸡蛋酱拌饭。我没有吃过生鸡蛋拌饭不知道什么味道。让我笑了，好吃咯，简单的美味。我觉得台湾人一定会喜欢这个，原因是因为它有点像是台湾很有名那个猪油拌饭哦，只是它用鸡蛋的底，然后再加上酱油的底融合在一起，就是很柔顺，然后又可以吃到米饭的味道，我觉得超棒的。在蓝山的竹林漫步后，让我们回到热闹的蓝山大街，带大家吃吃喝喝啦。来到日本西柚面制品牌有机雅旗下的咖啡厅，以艺妓为招牌图案。这间的艺妓拉花咖啡非常有名，但今天我们想尝尝他们的抹茶可丽饼。它这边也有可以外带的美食，像我这边点的就是抹茶可丽饼。然后这样怎么吃啊？应该先用挖的。它鲜奶油比较偏油一点点，这抹茶饼干就很好吃哦，偏苦味的抹茶夹心饼干。哇！它团子也很抹茶，因为吃到里面是很浓的，全部都是抹茶，不是甜的那种。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它的鲜奶油才做的比较偏油一点点，让你吃起来不会说都太清爽或是太苦，没有味道。那我们可以来吃可丽饼了。我真的不喜欢这鲜奶油我们看看下面是什么。吃到中间上面有放一层饼干，到最下层的时候啊，它有一球抹茶冰淇淋跟一点点的红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只是鲜奶油的部分我觉得不 OK。中村屋本店创立于1960年，绝对是蓝山必吃的美食。最受欢迎的可乐饼内馅选用自家牧场直送的牛肉和北海道产的马铃薯，除此之外还有贩售炸肉饼等其他炸物。我吃这个肉饼啊，我觉得我还蛮推荐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在蓝山大街上面啊，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甜点。如果说你吃了太多甜点，真的很想要吃咸食的话，就可以来这间中村屋。它的肉饼啊，吃起来，如果说你是很喜欢吃汉堡排的话，你应该会喜欢他们家的口感。我觉得他们里面的味道也是蛮浓郁的，比汉堡排再扎实一点的，所以想吃咸食的话，你就绕过来这边，从蓝山大街旁边绕过来，大概走5-6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这间了。接着带大家前往很有特色的咖啡厅，享受悠闲的下午茶时光。这间咖啡厅曾经是昭和时代的古迹，改建后保留了原本的茅草屋建筑。茅草屋顶下，木质内装营造出家的温馨舒适。在这里，你可以放慢脚步，一边品尝美味的咖啡和甜点，一边欣赏日式庭园景观。这间店推的就是抹茶法式吐司。身为一个抹茶控，怎么可以放过这一道呢？外面有后温系统，虽然我们那时候排的时候前面有6-7组，但觉得速度其实还算蛮快的。在切的时候啊，它里面非常的软，但是它外面的皮是比较脆一点的。哎呦，看起来在吃牛排啊！它把法式吐司做的很不像法式吐司，怎么说？因为它里面软嫩的程度啊，我无法想象它是吐司原本的质地耶，听起来很像蛋糕的舒服耶。你跟我说它原本是吐司，那我不相信。旁边还有一个抹茶的酱，如果说你今天是很怕那个苦味的话，你就可以淋一下它的抹茶糖浆，它真的就变成一道甜点。平凡的法式吐司升华成一道料理。经过一摊啊，本来说要打烊收工哦，看到有一摊超级多人在排队，结果卖了一个东西是我跟薛仁没有吃过，就是豆腐奶酪，就是我没办法想象说我一咬下去第一口是什么感觉。那我现在来赶快试一下，因为你看烧烧的，而且现在天气非常冷，所以我觉得吃下去应该超爽。会第一口联想到是台湾的花枝丸，但是它可惜的是没有花枝丸的口感，但是它有起司的香气，它口感是
偏软一点点，比花枝丸再软一点点，没有那种 Q 弹，但是它口感是扎实的。我再吃一下外皮啊。有脆脆的声音。你会想吃第一口、第二口跟第三口，因为它的气势会在嘴巴里面慢慢爆发开来，这蛮特别的小吃，我跟轩没有尝试过。今天吃到这个心情蛮开心的，所以推荐吗？推荐。然后像现在已经是接近5点的时候，它这边就已经慢慢开始日落，可以看到后面已经有一点点夕阳的渐层颜色出来了。虽然说南山最热门的季节是枫叶季，因为会有满山的枫叶，但是像我们冬天来的话，相对的人潮会少一些，真的少很多，但是还是蛮热闹的啦。但是我觉得4季都是蛮适合过来，那当然枫叶季是最漂亮的。那我觉得啊，这是来京都必来的景点之一。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今天带长辈或带小孩这边来，想要去看不同的景色，或想来这边吃吃喝喝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首选。南山大街的景点其实也相对集中，我觉得走的路不会算太多哦，真的不会说这个点，然后这个点，你路程要走很久，没有，它就集中在一条街上面，然后非常的好逛。车站又在旁边而已，所以我觉得来这边也算是你可以很轻松的做个半日游的行程。怎么